我现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现场。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高点拍摄位。站在这里，我身后下方的长安街上涌动的恢宏气势扑面而来，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很快，大国重器的钢铁洪流就将从长安街浩荡驶过，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聚焦这震撼瞬间，见证这份硬核实力。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形编组动地而来，99B坦克信息赋能，重火打击；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作为陆军地面突击力量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尽显机动魔药、攻坚突破的强大战力。现在装备第一方队陆上打击的重型装备正在向前驶动，那么他们非常的气势凛然。打头阵的呢就是99B坦克，相比于99A坦克呢，从外形来看，最明显的就是它加装了遥控武器站。紧跟在99B坦克后面的呢就是新一代坦克。从外形来看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相比于99B，它的体型要更小，同时它的车身和炮塔呢都使用了多边形这样的组成，这也是隐身外形的特征之一。同时在两侧它还加装了这样的主动防护系统，可以看出来呢，它的防护性能是进一步升级了。在新一代坦克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新一代火力支援车也是亮相了。在火力支援车的身后还能够看到多旋翼的无人机。那么旋翼无人机呢，通常呢是用来侦察，这也代表装备上这样的设施之后呢，这样的火力支援车能够实现侦察和火力打击一体。新型坦克、新型支援战车是新一代的地面装甲作战平台，战斗能力，尤其是攻防能力全面升级。而且呢，从设计层面看，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首先，我们看新型的坦克，它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全面的提升，可以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摧毁。那么，新型主战坦克不仅这种被动的防御能力更加的完善，那么也具备了更强的主动防御能力，包括火箭助推榴弹和反坦克导弹可以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此时此刻呢，我看到了370毫米远程厢式火箭炮，那么它已经是第2次亮相阅兵了，并且在2024年联合利剑和2025年海峡雷霆中也曾经亮剑。那么紧随其后的呢，就是大口径的厢式火箭炮。那么这么大口径的厢式火箭炮呢，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从外形来看，这2型火箭炮呢也采用了相似的通用的这样的底盘，这也大大提高了装备的通用性，炮兵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更换模块。远程压制，精确打击，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受阅的2型191远程厢式火箭炮，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于一体，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在今年参阅的装备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深管火炮包括呢一些现役的自行火炮的身影，反而是出现了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远箱火，或者说呢超远程的火箭炮。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种地面的火力支援体系，那么未来火箭炮可能要唱主角，甚至可以说呢，它在进行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远箱火呢，打得远，火力猛，精准程度高，而且呢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在支援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针对对方的远程作战力量和防御体系进行猛烈而大范围的火力覆盖。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远箱火它的技术在不断的取得突破，火箭弹的个头越来越大，打得也越来越远。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近程的地对地的战术导弹，执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和火力支援任务。可以说呢，它已经成为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种远程的利剑，指哪打哪，百发百中，量大管广。海上装备是阅兵场上的常客，但是这次让我眼前一亮，很多新奇的武器在这个方队当中亮相，也有很多此前我从未见过的装备，种类非常的丰富，密度更大。一个方队当中呢，就有多款的新型导弹，涵盖了海空、海面、水下多个作战场景。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15导弹和鹰击19、鹰击17、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编成，可部署在舰载机、水面舰艇、潜艇等多种平台，射程远、速度快、毁伤强，是打击海上之敌的坚兵利器。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反舰导弹。那么这次首次亮相的3型鹰击系列导弹都是高超声速导弹，同样是高超声速，但是从外形来看呢，它们的构型却各不相同。刚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鹰击19呢，它有明显的进气口，是腹部进气道，同时它的助推弹也比较的长。那么鹰击17呢，它的侧面看非常的尖锐，头部呢是扁平的，应该是采用了乘波滑翔体。鹰击20呢，则采用了双锥体。那么不同的构型也代表它们的目标和射程都各不相同。舰艇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它都是海上移动的目标，打击移动的目标比打击固定的目标要困难得多。那么现在我们展示的是几型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就是说这几型的导弹对于海上移动的目标都有打击的能力。当你有3种不同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都是反舰导弹，你就可以根据发现的目标、它的距离、它的这个形态，比如说是航母编队啊，还是一般的就是这个像驱逐舰、护卫舰的编队啊，你就根据不同的目标来使用不同的导弹进行打击。这几款导弹的异曲同工之处就在于都是高超音速，都有很远的射程，都有很高的精度。当然，它也可以在岸上发射。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的展示，体现了我们在沿海方向或海上方向对移动目标打击的这种能力和精准度。潜逆大洋，出奇制胜，水下兵棋方队亮相阅兵场。轻型鱼雷、驻飞鱼雷、重型鱼雷可打击水面舰艇，摧毁水下目标。新型特种水雷能够自主识别、自主攻击，是扼守要冲、奇袭制敌的镇海神兵。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看到在我身后呢是有鱼雷家族过去，那么这也是我国水下兵器首次集中亮相。可以看出，其中呢有一枚，它的外形非常有特点，长了一对小翅膀，这也说明它有可能是飞航式的鱼雷，既能在空中进行飞翔，又能在水下完成作战。其实展示鱼雷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展示这款武器装备，因为鱼雷它通常是从潜艇的鱼雷发射管发出去的无论是核潜艇还是常规潜艇都可以搭载鱼雷这样的或者装备。鱼雷是在水下进行发射和航行，那它的这个阻力，也就是说在水下的阻力相当于就是地面上或水面上的空气的800倍，因此它的阻力太大，那么就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比如说目前有这种热动力的就是通过这种蒸汽推力的这个鱼雷热动力来推动它前进，还有用电池来推进它前进，还有核动力来推进它前进，还有用超空炮技术来为它就是减少阻力，快速的航行。但这些难点在于后边，就是你如果用传统的这种推力，比如说热动力，它的噪音非常大，它的航迹非常的明显。那么用电池呢，虽然噪音非常小，但是它的
航行的这个距离比较短，它的这个速度比较慢，而采用核动力成本又特别高，所以只有超空炮技术，还有结合其他的技术的使用，才能使鱼雷就是发射以后速度快，打得远又精准。所以呢，这个鱼雷在研制中主要解决的问题和我们平常就是导弹这种难点或者瓶颈是不同的。剑指苍穹，御敌长空，对空抗击方队接受检阅。英雄的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防空作战辉煌战绩。红旗20、红旗19、红旗29等6种新型装备亮相天安门广场，可实施多段多层反导拦截、远中近程防空抗击，构筑起防空御天的坚固屏障，守护祖国天空和平安宁。最新款防空武器红旗29，它的高机动发射车和东风26弹道导弹发射车类似，轮式的底盘呢也能够使得它具备更高的机动性能，能够快速的变换阵地，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那么每车仅携带2枚巨大的弹体，导弹总体直径非常的大，显示出它与普通导弹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也暗示着它可能有更强大的作战使命，飞得更高，打得更远。面对复杂的空天安全威胁，我军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体系具有高度与射程上覆盖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对象上涵盖飞行式、弹道式和高超声速各类目标，能力上实现战役战术防空反导与战略反导相结合，手段上实现火力打击与电子攻防于一体。受阅梯队多型红旗系列防空反导装备，既集中彰显我军防空反导体系建设成就，也充分显示了我军捍卫国家空天安全的强大能力。正在驶来的作战单元虽然不是大块头，但是它们更适合机动作战，可以说是一群特殊的战斗力。那么在刚刚驶过的这个方队当中呢，有最亮眼的就是首次亮相的激光武器装备。那么车顶上的圆形的装置呢，就是它的激光发射器了。低空战场密支火网，反无人机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等成体系建设，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定向能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定向速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能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低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定向能武器亮相防空方队表明，我军新式战斗力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应对无人机等新型安全威胁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战术定向能武器通常与速射高炮、低空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无人作战群3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现在正在通过的是无人作战方队。那么这次的无人装备方队规模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这么多种类的无人装备，陆上、海上、空中齐备。比如说现在在我身后正在前进的就有我非常熟悉的机器狼，同时呢还有一些无人排爆的车，还有火力支援车。那么这样的无人设施呢，能够在陆地上帮助我们的战士完成作战。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阅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
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那么此时此刻，我看到了非常多科幻外形的无人机，它们有飞翼布局，同时呢，也有的无人机呢外形非常的像战斗机，比如说呢，它有着非常大的后掠角，还有无尾构型。那么这样的无人机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能够成为战斗机的中程僚机，来配合有人机完成侦察、火力打击任务。信息化、智能化复合发展催生战争形态快速演变。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无人化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已经取代传统空中力量、导弹、炮兵，成为战场毁伤对手的主要手段，并成为打击对手纵深战略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手段。无人化作战正在重塑战场，成为未来作战的重要模式。无人化装备将在未来战场上全域使用，担当先锋，执行感知、打击、资源保障等多种任务。有人无人装备的有机组合将实现有人无人装备综合作战效能最大化。中国也站在无人化装备发展的前沿，无人化装备已经形成全谱系发展的格局。这一成就在受阅无人装备梯队中进行了全面的展示。战略打击群4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加油啊！战略打击群隆重登场，巨浪腾跃，长剑列阵，东风浩荡。大国建阵作为神州大地的坚实屏障，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在阅兵场上也是长阅长新，就有一些首次亮相的型号，比如说东风61、东风5C。看到这些装备呢，我们感觉到的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国之重器，压舱基石。受阅的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3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东风浩荡，威震寰宇。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使命。这次核导弹方队给我们的最大惊喜就是我国有了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3位一体不是核能力的重复建设，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承担着不同的职能。洲际弹道导弹的特点是作战反应快，打击精度高，导弹威力大。海基核力量藏身大洋深处，借助于广袤的海洋来隐蔽和机动。它的优势就是生存能力强。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在遭到第一波次核打击之后，海基核力量的生存概率可以达到90%以上。有了它，就意味着有了2次打击能力，就没有谁敢对我们搞先发制人了。那这个空基核力量的意义在于什么呢？讲速度，轰炸机从起飞到可以发射空射导弹，可能要几个甚至10个小时以上。讲威力，空射导弹那肯定不如潜射导弹和洲际导弹，但是呢，空基核力量也有它存在的价值。第一，在出现核战争危险的时候，这个轰炸机呢，
它是可以升空待命的，而不是停留在地面坐以待毙。第二，轰炸机是开弓还能有回头箭，这个非常重要。预警系统是可能出错的，那如果你用核导弹去还击，就弄假成真了。但是呢，轰炸机你可以让它回来，这个时候慢也是一种优势。第三，轰炸机具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像洲际导弹核潜艇平时都非常隐蔽，你根本看不到，只有战略轰炸机带着核导弹能够被看见。那从核威慑的角度来说呢，它比潜艇、比洲际导弹呢更适合。现在我们终于集齐了陆海空3位一体核力量，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完整了，真正做到了可靠可信。本次阅兵，核导弹方队给我们的最大惊喜，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事件。空中梯队飞过来了，空中梯队也是全面根据实战任务进行模块化、体系化机种搭配。首先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空警500A 与歼16战机编队，空警600与歼15T 舰载机编队依次接受检阅。长空千里眼，云天中军帐。随着国产新型预警机研制列装，我军指挥控制、预警探测、协同打击能力显著提高。现在预警指挥机梯队正在飞行。那么可以看到呢，这个梯队呢是由1架空警600和4架歼15T 组成的。那么这也是空警600舰载预警机的首次公开亮相。那么舰载预警机的入列呢，能够使航母编队防得更快，打得更准，可以说是航母编队的千里眼。凌云9天，战略铁拳，轰炸机梯队飞过来了。受阅的轰6N 战略轰炸机以及轰6K、轰6J 编为3个楔队，具备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防区外打击能力，是我军空机远程打击力量。此时我看到歼15D 舰载电子战机领衔，歼15T 舰载战斗机，还有2架首次公开的歼35隐身舰载战斗机。歼35的入列标志着人民海军的舰载机部队快速跨越到隐身时代，体系更加健全。海军舰载机第2梯队由1架歼15D和4架歼15T 组成，它们都可以从航母进行弹射起飞，机型更多，功能更强。这些战机也会随着弹射型航母驰骋在远海大洋，守护祖国安宁。亮剑云端，有我无敌，歼击机梯队呼啸而来。歼16D、歼20、歼35A、歼20S、歼20A 编成2个楔队，震撼亮相。多款新型隐身战斗机列装，我国歼击机家族加速换羽更新，祖国领空绝不容侵犯。歼击机编队中首次以实机亮相的歼20S备受瞩目。快看，编队中最前面那架就是歼20S。相比于歼20，它不是简单增加一个座位，而是进行综合优化。增加的飞行员相当于给歼20增加一个大脑，可以更好地处理来自本机传感器和其他有灵单位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同时，全歼20的梯队也充分展现我军隐身战机技术在不断进步。歼20S 在空军制空作战体系中是特殊的存在，担负非常独特的战斗任务。
歼20S 在保持隐身作战能力的基础上，加强了战场态势感知、智能决策支持、组网协同通信、有无人协同作战能力，可在空中作战中与其他作战单元共同组成隐身穿透打击模块、信火一体打击模块、有无人混编作战模块，承担高威胁环境下空中作战的多元信息融合、动态指挥决策、优化任务分配、协同交战控制等任务。可以说，歼20S是空战规则的改变者，将塑造全新空战场格局。